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一下8月的策划面对面问答。第一段话全部都是废话，可以不用看。第二段话开始看起。第一个问题，新版的水晶科技比较起之前是有所改善的，但整体偏防御，导致现在突破驻防难度过高，影响战场推进节奏。建议在保持当前的方向的基础上，适当加强攻击属性。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是有稍微提到过啦，我不确定这个是我反馈而已呢，还是其他玩家也是有跟着反馈啦，因为现在感觉打的节奏没有像之前那么爽快了，就稍微慢了一点。这里是策划的回答，他们正在进行相关调整，包括优化失落之地昔日荣光的增益效果，之前从原本的 40% 调整变成 30%， 所以这样子看下来有可能之后还会再调整，以及调整水晶科技中部分攻击相关加成，就好像我们一般有什么其他兵种的加成啊，骑兵、步兵、工兵可能会稍微再提升多一点点攻击也说不定。同时将结合阶段性战场数据，分别对集结与驻防场景进行差异化争议，缓解推进受阻的问题。可能他们还有会推出专门针对于驻防的攻击提升什么之类的吧，暂时猜测是这样子啊。但至少看下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水晶科技应该不是最终版本啊，之后还会再改动，所以这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第二个问题，希望提供网页端的地图规划工具，就是很像打个比方说像是这样子啊，你就可以弄一些好像圣地在哪里，然后你的旗帜应该要怎么样去建之类的。如果他们可以做到类似这样子的地图，全部东西都有标记出来，你也可以自己自行标记的话，我觉得是蛮好的。允许管理在 KVK 地图开放前选择地图绘制旗帜并下载或分享，这样将节省指挥时间。那策划的回答，感谢玩家的建议，他们已经规划多种管理工具，并将逐步上线，如王国成员信息查询工具。这个蛮好的嘞，因为据我所知，现在还有部分王国他们是使用手动来做记录的，有可能是官员帮他们做记录，也有可能是玩家自己做记录，要做截图之类的。所以如果官方他们能够增加信息查询工具的话，会减少官员们的工作。王国信息6维图，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我们头像这里的蛮接近的吧，就是它可能会有这个六角形，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比方说这里是玩家的活跃度到什么程度，玩家的数量，王国的等级，然后玩家的强度之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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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写在这个6维图上面，有可能是这样子。语音聊天终于有语音聊天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多数的语音呢都是用 Discord 来聊天的，所以如果游戏中有语音聊天的话，这个也是蛮方便的。更丰富的战略地图标记系统等等。关于地图规划工具，他们也会纳入后续设计计划。所以他们现在其实还没有这个 KVK 地图的那个徽制啦，但是他今天看了玩家的反馈之后，有可能他们之后会再设计一个新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王国组队模式先锋体验下线了？这个东西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就是你可以找你比较喜欢的王国，或者是你的朋友王国，跟他们结盟变成一个阵营。那这里策划的回答，此前先锋体验的组队规划沿用了升级妙册剧本的组队规划，这里就快速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升级妙册的组队方式是怎样的。 S 等级的王国一般就只有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如果是 AB 等级的话就只有2个，就比方说 A 加 B， 然后 C 跟 D 他们会区分在另外一个地图，就只有 C 跟 D 而已。经过线上反馈，他们发现到该组队的规则在英雄战歌等4个阵营剧本中表现不及预期所以讲他们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没有达到最佳的效果体验，因此他们决定将王国组队报名功能暂时下线，优化后再重新和玩家们见面我们再来看第4个问题， KVK 匹配不够合理。这个也是一直以来的问题啊，王国觉醒即将要7年了，还是一样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KVK 不够合理的问题，会出现如数据不够透明、己方阵营和对手数据差距过大、同阵营队友安排不合理等影响游戏体验的情况。策划的回答，很抱歉部分场次的 KVK 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针对数据问题和同阵营队友分配的问题，他们计划进行如下调整：游戏内
近期会逐步开放王国信息工具，玩家们可以在该工具中查看王国等信息，希望借此玩家们在王国评价方面达成一致。后续他们会继续迭代该工具，如增加王国分线的6维评价等，就是上面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是讲什么王国的活跃度有多少啊，玩家的人数有多少等等之类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该工具提出建议优化，我们会尽快调整王国组队报名模式，并再次开启先锋体验，希望可以减少同阵营队友安排不合理的情况。这个我们暂时听听先啦，因为万国觉醒的匹配问题呢是有史以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来了。第5个问题，请问后续能否推出更多具有历史感和现代风格的城市皮肤？那其实我觉得在前阵子的皮肤设计都蛮有创意的，就比方说像这个天空之城啊、玉海争锋啊、那个独角兽的皮肤，还有原本计划要推出一个绿色牛的那个皮肤，但是那个因为太多玩家投诉太丑了，所以就被否决掉，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有创意的啦。然后策划的回答，历史元素一直都是万国觉醒的核心基调，他们将持续推出更多具历史感与现代风格的组成外观，丰富大家的个性化选择。但问题是我一直拿不到皮肤啊，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这边第6题他也是有讲到，希望修改登峰召集活动排名拿到皮肤的方式，让大家陷入不打架、卷加速、存量的军备竞赛中。而且如果排名第11名，不仅拿不到皮肤，还会被其他玩家嘲讽，体验太差了。尤其是那个议员呢，还会专门做一个影片来嘲笑他们。那大家也知道，我是有专门一个专题呢，是讲登峰召集第11名的玩家的。那这里策划的回答，他们计划通过商店保底兑换的方式来保障高额付出的玩家的收益。规则大致如下：活动期间，玩家通过提升战力可兑换道具，新增兑换商店于排名结束后开放，玩家可使用兑换道具兑换当期登峰召集主观特效部分游戏道具。排名前10的玩家依然可以获得当期登峰召集的城市主题，排名前3将不会额外赠送主题特效，之前是会有的，特效将通过兑换商店获得。每期活动兑换道具有获取上限，并会在活动结束后回收。那我看到这边策划的回答的时候，其实我不是感到很意外，为什么？因为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说过了，在差不多4个月之前呢，我就有做过一个影片提到关于万龙觉醒，也就是莉莉丝跟热狗他们另外一款游戏推出了另外一个方式获得登峰召集皮肤的方法，就是兑换商店。我相信万国觉醒之后改版应该也是跟这个商店类似差不多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万龙觉醒它的特效其实是有额外增益的，像你们获得皮肤呢是骑兵 10% 的生命值提升，那如果你获得特效的话，就有额外的骑兵 3% 的生命值提升，并且你其他的物品你可以去兑换其他东西。像万龙觉醒它这里是给传说英雄信物，如果换去万国觉醒大概率应该是金头又或者是经验书之类的，竞选果核应该是资源宝箱等等，这个我就不确定。那刚刚官方的公告里面就有说是有获取上限的，那其实在万龙觉醒中也是有获取上限的，像他这边最多就只能获得16个，然后你每一次提升500万的战力就会获得1个，并且你在提升的途中呢也是可以获得奖励啦，就很像我们平时的提升这样子，也是可以获得一般的奖励。但如果你们要兑换皮肤的话，就必须要拿到这个东西。在万龙觉醒里面，如果是一般的玩家，只要提升3000万呢，就可以获得保底的皮肤，你就可以拿到6个币。但是在万国觉醒之后会改成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但这个活动改了之后，就可以确保多数玩家都可以拿到登峰召集皮肤。但问题就是门槛也会变高，因为像前阵子我有做过记录给大家看，在国际服有可能你1000万就可以拿到皮肤了，但如果他现在有保底了之后，就变成说多数玩家至少都要提升到3000万。当你们花越多的加速跟资源去提升自己的战力，去训练部队的时候，就表示说某一个公司就要开始赚钱了。所以当时候我发布了这个影片，我看到我的评论区其实有部分玩家是支持，有部分玩家是反对的。支持的可能是像我这样子的玩家，是从来没有拿到任何一个登峰召集皮肤的玩家，所以是蛮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保底的方式去获得登峰召集皮肤。那些不想要接受这个保底机制的玩家，可能
是觉得说现在我们1000万就可以拿到皮肤了，为何要有这个保底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优点也有缺点啦，当时候我也是有分析给大家看了，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稍微看一下我这个影片啦，当时候有解释给大家看了。当时这个修改后的登峰造极什么时候会出现呢？有可能是在今年的9月啦，就是说下个月可能就会有这个改动了。第7个问题，希望游戏可以推出更多差异化的外观，让各个类型的玩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外观追求。策划回答，他们通过多渠道满足外观多元化需求。赛季商店上新，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未来版本将增加更多传说品质组成外观共兑换，万国积分等级组成外观，计划新增万国积分等级，积分可通过购买礼包获取，在玩家的角色累积积分达到指定档位可解锁对应档位外观，获得的外观限时拥有，后续满足特定条件则可持续拥有该外观。就是讲有花钱的玩家就可以拿到一些特定的外观咯，你们没有花钱的话就拿不了就这么简单。专属定制服务，达到万国积分等级的最高档位后可解锁定制特权。哇，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啊！选择付费启用，在既有的外观基础上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外观，也是专属于有钱的玩家、有花钱的玩家所有的东西。那如果一般的玩家呢，就只有第1项可以选择而已，第2跟第3项都是要给那些有花钱的玩家而已，尤其是第3项是专门给大佬的，因为要到最高档位你要花很多钱之后才有这个东西。第8个问题，现在野战代练太多了，这个就是讲代打的问题啦，让战场环境越来越卷，没有代练的王国也被迫进行24小时无休战斗，希望官方可以限制一下这类行为。策划回答，感谢玩家的反馈，平衡合理的战斗体验一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会重点复盘一下代练行为对整体战斗环境的影响，调整方案确定后会通过策划面对面等形式和玩家进行沟通。难道之后就没有代练的问题了吗？就没有代打的问题了吗？我们再也看不到24小时的战斗了吗？还是说它之后会改成像万龙觉醒这样子？因为万龙觉醒就是你的每个统帅都是有体力值的，你每一次派出去战斗都会消耗体力值，就变成说不是每一个玩家都可以24小时在线，不知道会不会改成这样子。但是如果真的改成那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万国觉醒就没有太大的自由度了，不能战斗这么久。第9个反馈，希望可以继续优化激战行军的设计，现在激战行军体验比最早的版本好一些了，但还是感觉不够好用。策划回答，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设计和开发新的激战行军了，新的激战行军将优化核心逻辑，并开放部分可调参数，以便自定义设置，力求玩家精力或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也能以更低操作成本参与战斗。不过现在激战行军对我来讲还是自杀行军啊，它的操作还是有点蠢。第10个反馈，希望日常活动可以适当降低干度，现在很多活动打起来太费时间了，尤其是黄金之国还有昨天我才玩的个人牛车也是很花时间了，你除了要打24星的，后面你还要打30星的，第3次你还要打一个地狱等级的，所以你打一个活动你要重新打3次，我是觉得很浪费时间了。感谢玩家的建议，他们已对部分老活动进行体验迭代，如近期更新的黄金之国。那黄金之国现在可以跳过，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家发现到，就是你完全不需要等它跳入那个战斗的画面，你可以直接跳过，勾选跳过。后续也将继续优化卡鲁拉克的试炼，其实卡鲁拉克试炼也是缩短了作战演习等活动的节奏与时长。作战演习其实原本一个等级要打3次，现在变成打2次，有缩短了一点啦。但是如果可以改成一个等级只是打1次的话，当然会更好。欢迎各位玩家持续提出改进建议。那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水晶科技了。如果官方之后再调整，就是攻击比较高的话，可能我们的装备又要重新调整过了，像防御跟生命的装备都可以持续使用。那第2个部分呢，其实对于管理层有帮助。第3个是对于整个王国吧，第4也是对于整个王国。第5就是看玩家个人的意愿啊。其实我觉得皮肤怎样无所谓因为我们打架的时候不会特别去注意皮肤的。还有登峰造极咯，这个是影响蛮大，就是可能可以让到每个玩家都有一个登峰造极皮肤了，还不至于像某一些玩家可能玩了6-7年都还没拿到一个皮肤。第7个问题就是针对有花钱
钱的玩家而已啊。其实他讲好像哦，你一般玩家也是有这个外观什么之类的，但是主要服务的玩家还是那些有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多钱的玩家而已。第8个我觉得影响比较大吧，对于那些就是账号持续在线24小时的玩家来讲。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想要问，假设是像我这样子真的可以打24小时的玩家怎么办？他会不会判定我是什么机器人，又或者是有找其他的代练之类的去帮忙打那个账号？我比较好奇这一点呢。那激战行军对于那些使用手机、平板的玩家的群体会比较多一点吧，因为他们操作会比较麻烦一点了。至于第10点呢，对于全部玩家也是有所影响啦。但是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登峰造极的皮肤，还有代练，还有水晶科技，大概是这样子。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策划面对面啊，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尤其是那个登峰造极的皮肤啊，这个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你们如果有需要想要了解一些详情的话，可以看回我这个影片，有大致上解释过啦。虽然我也不知道之后万国觉醒会不会改成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大致上是这么多啦。有哪些你比较支持或反对的反馈，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